你们那里彩礼现在多少钱？这几年啊，我是比较关注这个彩礼的，因为我有一个儿子，现在已经20多了。我记得前5、6年有小姑娘到我这里做美甲啊，他们但凡是结婚的，我都要问一句：你要了多少钱彩礼呀？哎，那时候他们就是10万多一点啊，然后12万8呀，然后升到13万8呀，15万8呀，16万8呀，然后去年的时候已经都是18万8和20万了，知道吗？哎，这个彩礼真的一年比一年高啊！为什么啊？我们全国各地的彩礼啊都是越来越高哦，为什么呢？哎，说到底呢，还是物以稀为贵啊，女性资源紧张啊，所以就彩礼是一年比一年高啊。我国的男女比例吧，一直好像就是男多女少啊，正常的比例好像是说103比100，但是说00后啊，像我儿子就00后，00后的比例居然达到了男比女119比100，天哪！我得到的这个信息到底正确不正确？请反馈给我。我觉得非常恐怖，100个人就多出19个男孩子啊！他们都说3000网光棍啊，我觉得现在打光棍的啊都不止3000。除了那些多出来的，还有那些各种原因啊，娶不起老婆的，付不起高彩礼的啊，太多了。我刷到一个视频啊，说有一个他们村子上啊，竟然6年没有办过结婚喜宴，也就是说6年来竟然没有从外面娶到他们村里一个媳妇啊。还有的说呢，他们村子也是蛮不错的啊，30以上的光棍有80个。啊，所以说现在整个农村啊，这个光棍啊，真的是好大的一个群体，所以娶媳妇难这个问题啊，挠破头了，已经真的是非常困难了。哎，我也很担心啊，因为我的儿子也是00后，他也在那个男女比例失调很严重的那个范围内，哎，男多肉少，怎么办呢？啊，那也就是优者胜出啊，劣者淘汰。哎，没办法啊，像大城市的向小城市借人啊，小城市的向乡下借人啊，年龄大的向年轻的借人啊。如果实在借不到人，因为女性一直就少嘛，那中国向外国借人啊，外国有的国家他那个男的少女的多，不妨啊我们调剂一下资源，岂不良好？嘿，这个方法很好啊，我觉得未来一定会实施啊。今天我们再说，这由于女性少啊，女性资源短缺，所以呢，就说才造成彩礼的门槛不断的攀高。试想，女性如果是比男性的比例反过来的话啊，女性多男性少，那彩礼还会要那么多吗？这个彩礼啊不断攀升的现象，我觉得在未来可能还会攀升啊。如果国家不能说去制止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问题没办法，因为除非女性生出来很多，改变这个男女比例啊，导致做父母的啊，像我，因为养了一个儿子，所以不敢消费啊，挣的钱要攒起来给他娶媳妇啊。看我衣服都是我儿子淘汰下来的，然后我都舍不得给自己买新衣服穿的啊。平时吃饭那都得节约呀啊，那每天看店，没人都得在这里看店，而且还得搞个第2职业，要多挣钱多攒钱给孩子用。我们中国很多的居民他是不敢消费的啊，没有消费能力，即使挣了钱也得攒起来，攒一堆攒那么多，然后给女方娶一个老婆进来这样子。以前听说说人是活宝啊，钱是死宝。那时候中国人那么多，我们从小都是乌泱泱的一大片，什么时候感觉到人是活宝了？哎，不过现在呢到了不结婚不生孩子的时候少子化，让我感觉到人真的是活宝，没有人一个家庭就没有希望，没有后代，没有接班人，我们的国家有什么出路啊？一切努力都白费啊！但是00后他们的结婚意愿都很低，有的呢是觉得结婚真的太累了不想结婚，有的呢是结婚的门槛太高了，结不了婚。
现在就整个都是躺平了嘛，就不想奋斗了，反正也够不着，不如躺下来，还舒服一点啊！我先顾好自己，先活着再说吧。那么结婚的少，生孩子的少，那未来是一个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国家现在要鼓励我们赶紧结婚，放开二胎，放开三胎，甚至将来还要出台很多的政策鼓励结婚？因为就不说了你看日本就知道了，将来像很多要退休的估计65岁也退不了退了休的估计拿的那个养老金也不够他生活，还得另外再打一份工。也就是说没有接班人，我们这个老菜帮子只好上阵去干活养活自己。所以这个彩礼呢，我看一时半会儿还是不断高涨。